现在又迎来了毕业季，现在很多大学生啊，在网上吐槽，现在找工作非常困难。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怎么说的啊。我真的很想问，到底是谁在说985名校毕业的学生就一定很好找工作？我现在是一名30岁的博士应届毕业生，当我花了4年半的时间，终于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之后，我陷入了一个非常魔幻的找工作的过程里。首先呢，就是我在本硕期间还可以进去的公司，我现在已经完全进不去了。我在硕士期间去过阿里巴巴，也去过网易游戏，然后现在我去投简历，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到了30，可能在筛简历这一关的时候就已经被直接筛出去了，就完全没有机会了。然后因为我自己的学历比较高嘛，他现在让我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里，就是对于小公司来说，他们会觉得我是一尊大佛，人家不敢要我。然后对于大的公司来讲，我相当没有性价比。我在面试的时候，非常多的 HR 都问我说：“你是浙大的，然后你又是博士，你为什么会想到来我们公司呢？”虽然我每一次都是会非常真诚的跟 HR 去解释，就是我放弃学术的原因，但是最后我的面试都没有了下文。虽然我自己的经历不具备代表性，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当大环境差，加上现在的裁员潮，名校的优势它可能是一个加分项，但它也仅仅只是一个加分项而已，它并不能100%保证说你一定可以获得一份很满意的工作。我记得我找工作最顺利的时候，应该是2017年到2020年当中这个区间里。我记得当时只要我在那个招聘的 APP 上把我的简历挂上去，我就能在1天内接到10几个面试的电话。但是现在情况就是完全相反， HR 基本上都是已读不回。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讲，我感觉其实落差还是蛮大的。经历过那种好的时候，你再来看现在的工作环境，你就会感叹说怎么回事，就是现在的工作怎么会这么难找。当然我这么说并不是说提升学历不好，我只是觉得可能现在大家需要更冷静的衡量一下高学历它的回报到底值不值。特别是像赌博这个事情，它是对你的体力、精力以及金钱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之前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你读博这4年会成为你记忆里最美好的5年，但你好好规划了这6年，你毕业之后你会觉得这是我最幸福的8年。看了这段视频，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挺实在的哈，因为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他去大厂确实性价比不高，因为大厂你想能给他的提供的文科生的职位，基本上就是 HR 呀、财务啊，还有市场营销等等一些方面的岗位，或者 marketing， 其实根本就不太需要博士，招个本科生都足够了已经。因为博士他其实最主要的对于文科生来说，他是对于进入体制内或者做科研，也就这2个领域能发挥博士真正的一个含金量。他博士期间受到的训练能得到一些应用，或者说体制内他就需要高学历。但是你对于企业来说，就像他自己讲的，我觉得非常实在啊，就是性价比不高。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于大厂来说，它的性价比不高哈。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小企业也并不是说会把它认为它是一尊大佛哈，所以不想请他，而是小企业也会认为性价比不高。你想，他作为一个浙大的博士来说，他在小企业的天花板会比较低，薪资也不会给的很高，那他就一定会在不断的去寻求大企业的工作机会，或者进入体制内的工作机会。这对小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几年之后又得招一个新人培养，他可能就离职了嘛，所以随时面临着他一个离职的可能性。对，所以就觉得就是站在小企业上面，你可以理解小企业的考量，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去雇佣他。但是站在这个女生的角度呢，她确实会觉得高不成低不就。我觉得总体而言吧，还是说对于文科生来说，确确实实好像不太有这个必要要读到博士。如果说你自己读到博士的时候，你可能前提就要做好这个准备。你说你可能博士毕业就已经30多了，那我出来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就业环境？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哈，年轻人他读到博士，其实还是有一点是逃避社会了，可能本科毕业的时候或者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没有找到工作，那我干嘛呢？我也不能说就在家当全职儿女，那我就再去读个博吧，就总归跟父母说得过去嘛，我又去深造去了。对，其实他着重提的一点其实非常有道理。其实在3、4年前，现在当那个时候就业环境不像现在的就业环境这么差，他那个时候是硕士学位，他随便投一下简历
就能收到10几个电话来约他面试啊。现在基本上他投出的简历，他讲了嘛，全都是音信全无。那说明这个姑娘其实本身硬件条件还是可以的，因为即使是3、4年前，你说你投一个简历就能接到10几个电话面试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容易，说明她可能确实资质还可以。那这么一对比，不就更显出现在就业市场的惨淡吗？是啊，你看，首先这个毕业生的数量有一个数据啊，就是2000年的时候，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大概是95万人，而到了21年之后的2021年就达到了900万人，也就是增长近10倍。2024年，中国高校的毕业生人数已经达到了1200万，仅仅是3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应届生的人数又增长了30%左右。然后再跟2000年的时候一比，那涨了10倍。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夸张的是，不仅人数暴增啊，咱不说跟2000年比，就说跟2010年比吧，大概15年以前，你说现在一方面是就业的大学生太多了，另外一方面工资几乎没涨啊。那个时候可能大学毕业生毕业了就几千块钱月薪的工作，然后现在还是几千，就15年过去了，工资居然没啥涨。不仅是没涨的问题，而且其实相对对于很多职位来说还是降了的。所以很多人感慨现在的应届生不值钱了。我们看下面一个视频啊，他讲的也是这么一个情况。现在的学历怎么这么廉价？因为我花了10几年的时间，本科研究生我就花了7年的时间，每年的学费有10800。我在面试完面对这样的2500块钱的工资，我承认我确实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只顾学习的，我脑子里面只想着拿奖学金，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我就想让家里减轻一点负担，然后我也可能没有什么脑子，我不会去搞点什么事业做，就是只会做一点点的兼职，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出来找工作，就是那些 HR 问你有没有工作经验的时候，我确实是没有，所以你们说只配得2500的工资，我承认我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发这个视频不是想让大家同情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是真正的走下了那个高台，脱下长衫去接受低薪的普通的工作。其实这个孩子吧，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会思考，就好像他也是一个本科生哈，大家觉得穿着长衫，对啊，你都应该比较有想法，但是你看很明显，他其实不太会思考。就算他打工的时候，他去勤工俭学，他也都去做体力活，他从来没有对自己好像有一个明确的规划。或者他用他大学里面去刻意的去学某一个技能，用这个技能来赚钱，就是靠体力赚钱。那你说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他和一个高中生和大专生有什么区别吗？所以我觉得他现在遇到的一个就业的问题，核心的原因之一，它不仅是大环境的问题，还在于他平时啊，他缺乏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啊，这也是一个问题。说到这个大学生很迷茫，不会思考，我们来接着看下一个视频啊。我觉得像我这样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大家普遍过得很迷茫的，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从事什么工作，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在哪个行业发展。就是我明白聚焦的重要性，我也想要在一个行业中3年、5年乃至10年不断的深耕，成为那个行业的专家。可是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应该适合什么行业，我应该去从事什么职业。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就是大学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那么我毕业过后我没有选择去做主持一类的工作，是因为首先传统的媒体我感觉我很难进去，那么只有商演这或者一些活动的一些路子，但是就是我一时想不到，我没有一个好的平台，我没有这么多资源去足以支撑我能够完成那一场又一场的主持，所以我感觉主持不能够成为我的一个全职工作。后面我以为我学播音主持专业，我自己很健谈，我自己很能够跟别人相处，我以为我适合做销售，所以在我毕业过后，我选择的第一份工作是做销售。可是当我真的在这半年努力过后，付出过后，我发现我甚至有点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太适合呀？就是在以前我是知道，我应该怎么去跟客户拉近距离，我应该怎么去成交，怎么去谈，可是反而我真的去从事这个工作过后，我发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前几天跟1、2个客户在交流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你们懂吗？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聊什么，我不知道承担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什么。
我甚至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小白，这么学生思维，这么愚蠢啊！但是好像我平时不是这样的，或者在我以往的经历中，我不是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好想找到我究竟适合什么呀？我应该怎么去寻找呢？到底什么才是真正适合我的呢？所以你看，这个孩子他也是不会思考。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他个体的问题，也不是说毕业生的问题。你想，他才20岁左右，没有什么人生阅历，如果原生家庭又不能给予一个很好的指导的话，就靠自己去摸爬滚打去悟。对于很多说白了就是出身比较普通的家庭来说，他就是要到一定年龄之后，他才能明白很多道理。所以那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给第3个姑娘什么建议呢？你看你出国之前，你不也做过招聘吗？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他很重要的，也就是要多去请教这个领域的一些前辈。他请教前辈，他不仅仅是能够给他一些指导的问题，可能还能就给他带来了一个就业的一个机会。比如他就可能遇到了一个伯乐又可能得到一些指导。你看印度人在海外就非常抱团，印度人移民或者是工作签证到了某个国家之后，基本上他们就很快去投靠他们抱团的一个组织，基本上很快就会得到相应的提携或者指导或者是介绍工作的机会。其实这个孩子他需要的是，他在迷茫的时候，他需要一个点拨。从他的迷茫中也可以看出来，他估计他的原生家庭也不能给予他太多的帮助和指导，那他就可以去找他的师兄师姐，再不济他可以去找他们系里面的一些老师。你像，其实学校里面都有很多这个就业指导中心当然了，就业指导中心如果你不主动，他是不会来主动帮助你的。我记得我当时大学毕业里的那个就业指导中心，主要是帮我们签一些3方协议、签字儿，主要干这个工作之类的。我当时也是，不过我认同你说，就是说可以找一些行业里的人请教，然后有些人他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为人师一点，然后他既然他给了你一些建议，他可能多少也愿意就是能帮的话就尽量帮一下，或者说找导师找学校。但是呢，因为这个姑娘她不是说她学播音主持的嘛，因为娱乐圈毕竟水太深了，可能也确实是就是非常讲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她也可以利用一下，比方说像做自媒体，然后在小红书上或者抖音上去多分享一些自己主持的这种小案例，或者说哪怕你就是自己就是在抖音或者小红书上经营一下自己的个人平台的这样一个账号，然后就是表达自己口齿特别流利哪怕你就是说可能是类似于像那种读一些名著之类的，可能慢慢的积累一点粉丝之后，然后机会也会多一些。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姑娘她就体现了作为文科生她就业的一个困难的地方。她说了嘛，她想在一个行业里去深耕。那你是码农的话非常简单，你就是在软件行业里去深耕，对吧？你做硬件的，你在硬件行业里去深耕，你都在将来都有一个非常可以期待的一个天花板比较高的一个职业通道，这没有问题。而且你的技术积累是越来越丰厚的，那你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是有意义的。但你想，对于文科生来说那除非你要么在 HR 行业，要么在财务领域，要么在法律领域。但是你在一个播音主持行业，一个非常靠关系、靠机遇，甚至还要靠运气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面，所以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他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背景或者天赋，还有运气的话，他要及早去想一个怎么在某一个行业里去真正的深耕的。那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他也意识到要在一个行业里深耕，那他口才又比较好，他就可以找一些非常需要表达能力很强的一些行业比如就像市场营销或者公关团队等等我觉得说到底还是因为就是最近几年这些就业的岗位太少了，就是虽然很多人的心思都是非常好的，想在一个领域深耕，他们也都明白这点。然后我记得像张雪峰就说嘛，他那个公司当时刚成立的时候就大专生都招，然后现在他的第1个员工当年就是一个大专生，现在已经是他们公司的副总了，年收入也是过100万了。现在大专生不可能进这公司了是吧？别说大专生不可能进，而且都是必须要名校985、211，然后必须本科还进不去，而且是研究生，研究生还得过好几轮面试，然后才能进到张雪峰公司。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公司都要985、211，然后要筛选学历吗？其实不是说985决定了下线是吗？有点保证。对，其实企业看重985、211的这些毕业生，不是看重他们的知识储备他们学的有多好，而是看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经历了一道又一道的筛选。其实高考也是一个筛子嘛，他就把一些智商比较高、
又自律性比较强的一些人啊，学习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人，把他们给筛出来了。就所以你用这些人就会下线，对，你会比较的省心省力，比较省事儿。你交代他一个任务，你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放心，他们也会相对靠谱一些。你这么说就让我想到了看电影，因为我看电影的时候还挺挑演员的，就是对，虽然不一定有大牌演员的电影就好看，但是我会觉得吧，如果有名导演再加上大牌演员的加持，我觉得多少保证了这个电影的下限，不至于太难看。另外我再想谈一点，就是这个时代特征，现在进入了现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企业里它对于文科生的这招聘要少很多？重点的原因就是不养闲人了。古人说得好嘛，大家都学理科吧。对，乱世买黄金，盛世藏古董啊。我这个没有褒贬的意思啊，只是说这个行业不同的属性。这个文科生啊，就是有点像古董一样，它非常的漂亮，非常有内涵，有韵味，是吧？然后这个理科生呢，它就像黄金一样，是个硬通货，它非常实用。那不同的时代对人才的需求也不一样。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说对理科生的需求是更强一些，而且由于行业呢又更加不景气。你像以前吧，你比如大厂啊，都利润非常多，非常有钱，很多行业里又很多风投在里面烧钱砸钱，是吧？那你多招几个岗位的什么行政、HR， 多招点财务人员没有问题。那个时候文科生你多招一些来锦上添花，让这个公司热热闹闹的等等哈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你看各行各业它不景气，利润又低，那首先收缩的肯定是就是文科。对，就是说那些可以裁撤的岗位，而不是说像裁撤像码农这种万一裁了有可能伤筋动骨的岗位，已经有很多案例了，就是把某个码农裁了之后，或者什么 bug 修复不了啊，什么代码读懂的问题。最后一点我想谈一下，就是说企业和学校它是两码事儿。你在学校里可能取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高学历啊，但对于企业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要用人。这个用人啊，它是非常实在，讲究实在的。你像我在之前做过很多面试啊，我当然看重这个学校，你当然是名校更好。我刚才讲过了，985、211你会用起来比较省心。像我们当时对于应届生的面试，并不是说需要本科生他有多么强的知识储备，有多么深厚的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经验。其实他也不太可能有很多经验，就算你博士出来了之后，你也都是要在企业里重新学习。企业和学校里面学那东西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其实那个时候面试最重要的考察的就是学生的这个脑子和耐力，还有他们的学习能力嘛。所以在技术面试的环节，他的技术能力只是一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在面试沟通的时候，你会看他能不能，比如说对问题的思考能够多想几步。然后我会经常启发性的问他一些问题，就是要求你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你能不能再给我多想几个角度，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在中途非常轻易就放弃了，这就非常容易大大减分。这也就说明将来啊，他在工作环节中，他很可能要么是没有耐心，要么就缺乏一种灵活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啊。所以大部分企业并不是需要一个高学历，你学历再高，进了企业都得重新学。博士学位其实就是对科研和进体制内有用。所以说回刚才那位博士，他虽然是浙大的，但他毕竟是个文科生，他在企业里面，你想他能比本科生能多做些什么吗？也都是要从头学习的，是不是？多做不了任何东西，而且所以小伙伴们，除非你是研究型的专业可以读博，不然的话确实是没有必要读博。而且读博了之后还不得找工作吗？还不如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更容易找一些呢。所以这个时代啊，对现在的毕业生确实它是残忍的，客观说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就业时代，它是锦上添花的一些岗位都在收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首先你只能是摆正心态，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嘛。另外我觉得他们还要摆正的一个心态就是，其实如果你想回到2000年以前，那个时候高校还没有扩招的时候，大学生就非常稀缺。现在很多人他之所以是本科生啊、研究生、硕士生，完全是因为扩招之后。如果在扩招以前，他们应该可能就读一个大专或者中专的一个水平。好，今天我们就闲聊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